全民穿越末世游戏，玩家们纷纷选择各种异能，只有我选择了无穷的财富。所有人都笑我在末世钱最无用，他们不知道丧尸并不是威胁，有异能的人类才是。西魏，你也太财迷了吧！都进入末世了，钱有什么用？擦屁股都嫌硬。就是啊，你看我选的获得爱多好，只要有真爱护体，不管是人类还是丧尸，都舍不得杀我呢。请注意，这个游戏只有一个胜者。在这个游戏里，没有朋友，所有人都是敌人。蠢货们慢慢抢吧，我的求生计划正式开始。就他了，未来岛。10亿，先生，你买下这座荒岛，到底要做什么大项目？旅游项目，签了保密协议，不该问的别问。老板，搞个旅游项目，至于建核电站和5米厚的钢墙吗？这不对劲儿啊！老板，您放心，就算您要建皇陵，弟兄们也给您护得严严实实。地面上的10座抗震堡垒只是烟雾弹，真正的避难所在地下。通道仅容1人通过，就算异能者找对了路，沿途的机关也足够把他们切成肉饼。风能、潮汐能、地下沼气，外加5座核电站。在末世，谁掌握了能源，谁就掌握了上帝的权杖。高温瞬间灭毒，多光谱射线净化，哪怕外面下的是丧尸血雨，我也能喝到最顶级的纯净水。自动化养殖、健身房、医疗室，哪怕外面世界毁灭，我依然可以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够我吃10年的物资，这才是最大的底气。钱这东西随意挥霍，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漂亮国的重型武器，可移动作战机器人，只要钱给够，什么都能买到，甚至是核弹。每天高强度训练驾驶核潜艇和隐形战机，这是我最后的退路。人工暗礁，深海水雷，防空巨型电网，别说异能者，就连一只携带病毒的苍蝇也别想飞进我的岛。收购6122颗卫星，在末世，我就是唯一的上帝之眼。末世前最后1周，我收购了全球海空运公司，然后销毁了所有远程交通工具。全球首富疯了，他销毁了所有的飞机和轮船。发现了吗？可惜，晚了。异能者们，准备好迎接地狱了吗？末世正式开启，本游戏将持续运行，直到剩下最后1名玩家。没人料到，末世不是丧尸，而是史前大洪水。这东西不叫武德，在我这里异能需要啊！我们全压了，我们全跑腿了！我有说过，末世一定是丧尸病毒吗？你们慢慢卷，我先吃个火锅。老铁们，这不是特效效，这是真正的异能人！我操，真有异能！他在用火破门抢劫物资！
死了个玩火的。玩家存活数299分300，我们结盟吧。我们是同学，编号有相邻，我用精神控制保护你，你给我提供物资。结盟？等到最后只剩我们2个，你再用精神控制杀了我，独吞奖励。究竟是他低估了我的智商，还是高估了他自己？种菜、吃海鲜、游泳，未来岛简直是世外桃源。我与他们仿佛不在同一个世界。断水断电3个月，洪水冲碎了所有人的希望。警告：异能者批捕令已下达，单月淘汰玩家30人。还是被人卖了。本人只想安静的苟着，你们却非要来惹我。大家不要吵，我是99号。你们想要避难所，我可以提供，但是什么？别卖关子，不说我们就杀掉你！但是我只在4个地方建立了避难所，而且每个最多只能容纳20人，你们可是有200多人呢，根本容纳不下。密码给你们了，先到先得，求求你们千万不要追杀我！警告：检测到大量玩家正在高速移动。狗咬狗的游戏开始了，相信明天又会是不一样的一天。没想到避难所修得这么好，有钱就是爽啊！已经进了12个人了，资源有限，大家一致决定关门，其他人不用来了。说好的容纳20人呢？不是还可以再进8个人吗？门开了，冲啊！求生的欲望让他们撕下了最后一层面具。系统给的异能本来就是用来对付同类的。关门，外面的全杀了。人性是相通的，4个避难所全都变成了战场。崔英瑞不在，也对，他怎么可能亲自去当炮灰？西卫，我们没有结盟，也配合得如此之好，我们就该是天生的盟友。班长，你还是这么虚伪。火大吗？我不出点主意，怎么让这群蠢货去死？你应该感谢我帮你减少了竞争。你没在避难所里，
可惜了。埋藏在地下的1000吨炸药，那些避难所从一开始就是为他们准备的坟场。单次爆炸淘汰玩家116人。我小瞧你了。谢谢你的助攻，不然真的很难将这么多玩家聚集到一起。恭喜你成为歼敌最多的玩家，获得额外奖励1份，期待你的亮眼表现。看吧，这个末世从来都是弱肉强食。4个月后，洪水退去，所有人都以为灾难结束了。然而，他们没料到，洪水带来了瘟疫。恭喜101位玩家闯过第1关，接下来是第2关，末日丧尸。崩溃玩家，上次你不是说没有丧尸的吗？终于轮到我们异能者翻身了，99号等死吧！一群蠢货。在洪水中一则是全手指。我当然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利用获得爱的异能挤压别人生存的空间。大叔，我心脏好难受，咱们快走好不好？况且，他一个没脑子的绿茶是怎么知道我就是首富99号的？这背后绝对不是巧合。丧尸病毒全面爆发，社会体系瞬间崩溃。正如我所料，只要吞噬了异能者的血肉，丧尸就会获得异能。玩家们被迫结盟建立基地，但不仅要对付变异丧尸，还要防备同类的背刺。为了防止病毒鱼类，我拉起了深海钢网，可惜不能再吃海鲜了。只有机器测试雨水无毒，我才敢走出地下堡垒。救救我们！这里是斯拉，防线被破了。陆地网络早已摧毁 ，NPC 只能靠无线电，而我飞禽携带病毒，一个个脆弱的岛国在末世版图上彻底消失。末世的惨状太压抑了，我迫切的想结束这场游戏，回家。当前存活玩家30名。这只变异鸟应该是从太平洋其他岛国飞来的，看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彻底沦陷了。连我这与世隔绝的未来岛都下起了尸雨，其他地方的惨状简直不敢想象。封锁地表，从今天起，我搬进地下堡垒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生物不得入内。今天是新年，估计全世界只有我还有心思庆祝了吧？现实世界的我已经死了，爸妈他们一定很伤心。我必须活下去，成为这场末日生存游戏的唯一胜者，然后回家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老崔，把这张照片给我挂到世界公屏上去，让那些还在啃猪财的玩家们感受一下新年的温暖。威胁我？那我就在安全屋里等着你们了。前提是你们这群废物找得到的话。
这帮蠢货绝对想不到，在末世降临之前，这个世界早就布满了我的眼线。我的雇佣兵靠着我提前囤积的物资活了下来，现在他们正在替我死死盯着每一个玩家，只要他们继续为我卖命，我就能给他们解锁新的物资。记住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物在末世就是老子用来买你们命的货币。末世1年0.5个月，世界已经形成了3大势力。军方拥有最强武器库，首领崔英瑞异能是精神控制；丧尸军团变异丧尸王靠吞噬异能者无限进化，而玩家朱玲玲成了他最爱的伴侣。最后是黑帮，首领128号玩家异能操控万有引力，1对1单挑无敌。虽然你单挑无敌，但黑帮的整体实力最弱，就从你开始开刀。目前存活玩家30人，游戏难度升级，进入第3关极寒大陆。极寒天气，大家早就没余粮了，这是要逼死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啊！系统，你他妈做个人吧！不好意思，本系统根本不是人。亲卫，极寒降临，最后活下来的只会是丧尸，而我将是末世女王。你一定会为你当初拒绝我而后悔终生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送你们这对狗男女一起上西天。这破游戏连自然逻辑都不讲了，暴风雪压垮了地表的电网，风能和潮汐能全废了。幸好老子建的是核能发电厂。128号，合作怎么样？我在你们的领地地下提前埋了大量物资，只要拿到它们，你的黑帮就能活下去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好可怕的解药！只要干掉丧尸王，这世界就只剩我和那个武力值为0的废物了。到时候轻易就能捏死他，独占所有物资，成交！蠢货，当你以为能捏死我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一枚死棋了。去吧，替我把丧尸王清理干净。丧尸王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老大威武，他动不了了，趁现在杀了他！恶心！走开啊，怪物！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星卫，你在哪儿？依附于怪物爱情的异能，终究还是太弱了。这一次，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。丧尸王死，黑帮覆灭，永远记住，不要和拥有上帝视角的人作对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利用信息差打万无一失的仗。星卫，游戏该结束了。你走到最后确实很不错，但你那点雇佣兵在正规军面前就是个笑话。我有导弹，有航母，有飞机，你就算藏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揪出来。给我炸！崔英瑞的精神控制很强，但致命弱点是必须面对面。只要我躲在地下堡垒，他就拿我没办法。哼，掩体做得蛮好嘛，那我就亲自去把你揪出来。瓮中捉鳖，我喜欢，给我轰开他！此位，现在求饶已经太晚了。求饶？谁他妈告诉你我在未来岛的？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老子在哪儿！
太空空间站，这怎么可能？快撤！晚了。第100号玩家死亡，恭喜99号玩家西魏成为本场末日生存游戏的唯一胜利者，顺利通关。崔英瑞手下有个异能者，能通过照片定位经纬度。他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，却不知道我的眼线早就摸清了他的底牌。那张年夜饭的照片是我故意发给他的，就是为了让他锁定未来岛，等他集结所有兵力来杀我时，将他一网打尽。发完照片后，我就使用了系统给我的额外奖励，无限制瞬移1次。我带着所有物资，水灵灵地传送到了太空。虽然系统没给我回地面的选项，但只要炸死他，赢下游戏，回不回去已经无所谓了。99号玩家获胜，现在进入现实世界传送阶段。3、2、1。爸妈，我赢了，我回来了！这不是碰梦，地下堡垒的孤灯，128号碎裂的身躯，冲天的火光，我真的活着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这是睡懵了？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就好，回来就好。1年0.5个月的厮杀和恐惧，终于落地了。我要把未来岛那套生存逻辑原封不动搬回现实。我用这无穷的财富，一定能给家人最万无一失的保护。老人突发急性肠胃炎，我们化验了那个宝品，里面含有不明刺激性成分，对脏器损伤极大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明明是最顶级的。为什么我花出去的每一笔钱都变成了悬在家人头顶的刀？凭什么？凭什么用我们的命换你的阖家团圆？滚开！都给我滚开！我不敢再闭眼，不敢再碰那枚金币，更不敢再给家里花1分钱。可是我越怕，厄运来得越凶。连绵不绝的特大暴雨席卷全国，多座城市严重内涝，村庄被淹，防汛形势极度严峻。这场雨和游戏里那场史前大洪水一模一样。游戏真的结束了吗？欣慰，好久不见。37号。我一直以为早就被那1000吨炸药炸成灰烬了。托你的福，我靠着半截自愈异能，在废墟里扒了整整3天，才捡回了半条命。这是死在你手里的298个玩家的家人，他们不知道孩子父母去哪儿了，天天守在警局门口哭着等消息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回家见爸妈，那他们呢？他们就不想回家吗？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是把末世从游戏里带到了这个世界。检测到现实世界末世因素浓度超标，规则闭环已形成。我终于看清了这场骗局最残忍的真相。所谓的重生奖励，从来都是系统的诱饵。沾满血的锚点，把他的末世拉进现实。终止灾难进程的唯一方法，彻底抹除所有玩家的意识。也就是说，我必须亲手杀了他，甚至杀了我自己。各地接连发生离奇伤人事件，疑似感染者出现。
整个世界正在一步步复刻我经历过的那场末世，而这一切的源头是我。公屏重启的那一刻，所有复活的玩家都收到了系统的规则提示。一夜之间，我成了所有玩家的公敌。欣慰，你就是末世的源头，猎杀联盟已经成立，先杀了你这个罪魁祸首，我崔英瑞就是最终的胜者。欣慰哥哥，只要你给我足够的物资，我就帮你策反崔英瑞的人，怎么样？这个女人依旧靠着获得爱的异能，游走在各大势力之间，两头通吃。更让我绝望的是，我赖以生存的财富正在疯狂反噬我。我砸千亿研发解药，可投入的钱越多，病毒变异的越快，初代解药转眼就失效了。我斥注资修了100米高的防护堤，当晚降雨量就翻了3倍，直接冲毁了半个城区。财富权柄的本质是等价交换，你在游戏里用财富换来了杀戮与胜利，在现实里就要用财富偿还对应的代价。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给末世提供养料。我彻底被逼进了死胡同，不动用财富，我护不住家人，挡不住追杀，拦不住末世。可动用财富，只会让末世来得更快，把我最在乎的人拖进更深的地狱。薇薇，你告诉妈妈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眼里的害怕和杀气，妈妈从来没见过。我们不需要你用命换来的钱，也不需要什么铜墙铁壁的别墅。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在哪儿都是家。你要是走错了路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爸妈，我以为我是为了回家才拿起屠刀的，可到头来，我亲手把我拼命守护的家推进了火坑。你崩溃的样子真难看。看看吧，这是我查到的关于这个狗屁系统的真相。根本不是什么高维文明的造物，它是我们300个人死在公交车上那一刻对生的执念、回家的渴望，还有厮杀里滋生的恨、贪、杀念，凑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吞噬我们的怪物。他靠我们的自相残杀壮大，所谓的唯一胜者，只是他骗我们提供养料的圈套。而你是杀人最多、回家执念最强的那个，所以你成了他在这个世界的锚点。只要所有人都放下执念，怎么可能？经历过那种地狱，谁还会相信任何人？崔英瑞的猎杀联盟已经杀疯了。1月28号死前留了一句话：如果末世没有结束，就来找你。只有你能打破这个死局。我们也一样。别误会，我没原谅你，我只是不想让我兄弟白死，更不想看着这个世界变成我们待过的那个地狱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掀翻这个破系统！4位，交出财富权柄，自裁谢罪，我就放过你的家人，还有这些跟你一起找死的蠢货。我知道，你们都想活下去，都想回家。在游戏里，我为了回家，手上沾满了血。我以为赢了就能安稳度日，可我错了。这个游戏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胜者。我们杀的人越多，系统就越强大，末世就离我们越近。我们以为在为了活下去厮杀，其实我们只是系统圈养的牲畜。我们的恨和执念都是它的养料。一派胡言！系统说只能有一个胜利者。可我不信，凭什么我们的回家要踩着别人的石头？凭什么我们想活下去，就要让别人家破人亡？今天我放弃我的财富权柄，放弃所谓的胜者资格。我不想再杀任何人了，我只想和家人好好吃一顿年夜饭。如果你们也想回家，就放下手里的刀，放弃胜者资格。只有一起打破规则，才能真正结束这一切。
37号，放弃生产资格。128号副手，放弃资格。128号副手，放弃资格。45号，放弃资格。你们都疯了吗？放弃了资格，我们都会死，都会被末世吞噬。警告！锚点流失，逻辑闭环彻底崩溃，逻辑闭环彻底崩溃。紧急插播：洪灾预警已全面解除，病毒感染病例出现奇迹般好转，各地秩序逐步恢复。终于可以和家人一起吃一顿安稳的年夜饭了，终于可以真正回家了。我醒来的时候还在自家的客厅里，妈妈正握着我的手掉眼泪，桌上的饺子还热着，没有洪水，没有病毒，没有厮杀，口袋里的金币不见了，我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大学生，只有一个完整的家。崔英瑞因为非法操控武装被警方逮捕，随着系统崩塌，他的精神控制彻底消失。朱玲玲也失去了一女，再也不能靠骗取别人的爱来谋生。活下来的玩家回归了生活，有人去给死去的家属道了歉，有人像我一样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好好活着，别辜负了那些死去的人，也别辜负了你自己，拼了命换回来的家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胜利从来不是踩着别人的尸体成为唯一的胜者，而是守住本心，护住在乎的人。新的一年，我终于回家了。